实验室爆炸一瞬间，男友顾延成焦急跑向最外围的林夕，将她紧紧护在身下。爆炸声停，他第一时间抱着她去了医院，看都没看被炸到满身鲜血趴在地上的我，那个被他养了18年的小姑娘，把他的心占得满满当当，再容不下别人。我被同事送去医院，捡回一条命。出 ICU 后，我顶着哭肿的双眼，给导师打去电话：“李老师，我想好了，我愿意跟您去做保密研究，就算1个月后就要出发，5年不能跟任何人联系也没关系。1个月后是我期盼已久的婚礼，但是我不想结了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住院后，探望我的人来来往往，亲朋好友都来过，可作为我男友的顾延成只打来1通电话。小丫头哭得厉害，脱不开身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不说了，小丫头不肯吃饭，非要我喂，真是没办法，多可悲呀！恋爱10年，在她心里，我的命都没有她的小侄女吃饭重要。明明一开始是顾延成暗恋我，卯足劲儿追我，别人造我黄谣，他跟那人打了一架，差点被记大过。我喜欢吃老城区那边的虾饺，他风雨无阻去买。我数学成绩差，总是拖后腿，他熬夜给我整理错题本，为我总结易错题型讲解。是他死皮赖脸追在我身后，跟我告白，说想和我在一起一辈子。可也是他为了林夕屡次扔下我不管，身上伤还在流血，疼意时刻提醒我，不爱我的男人早该放弃。我忍着泪删除了社交平台上跟他有关的所有内容，然后给我的亲朋好友一一发去婚礼取消通知。1个月后的婚礼取消，误跑空。25天后，我自己办理出院手续，打车回了婚房。别墅外，我种的那片蔷薇被拔了，换上了油麦菜，秋千架拿走了，立上了一个巨大的卡通标牌：小丫头片子跟小叔叔的爱心小屋。后面还有2个人的卡通小人在亲亲，不用问都知道，又是林夕的意思。他不是第一次这么闹了，但是不论他有多荒唐，顾延成都会纵着他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在数字门锁上输入林夕生日。回家还有5天，我就要跟导师一起出发了，我得收拾下行李。我径自上楼，却没想到推开卧室门时，会看到床上紧紧抱在一起的2个人。顾延成赤裸着上半身，只穿一条睡裤，嘴角被咬伤了，胸前还带着新鲜的抓痕。而林夕穿着吊带裙窝在他怀里，丰满紧贴在他身前，如藤蔓一样缠绕在他身上。地上还扔着一件黑色蕾丝丁字裤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看着这一幕，血液还是不受控往脑门上涌。这是我的婚房，我的卧室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苏妍，你怎么不声不响回来了？我跟小丫头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别胡思乱想。顾延成醒来看到我，下床胡乱在身上套了件衣服。林夕被吵醒，睡眼朦胧嘟囔：我从小怕打雷，每次打雷天都是小叔叔抱着才能睡着，婶婶不会连这点小事都要斤斤计较吧？我被他们气得想哭，可从医院出来时，我就告诫过自己，我不要再因为顾延成掉一滴泪，没什么好计较的。放心，就算你们当着我的面做，我也不会阻止。我说完就走，再不走，我怕泪掉下来。可顾延成追上来，愤怒拽住了我。我跟小丫头清清白白，你一个做长辈的，怎么能对她说出那种混账话？你知道这样会给她留下多大心理创伤吗？去给她道歉。我用力甩开她的手，崩溃道：
左一句小丫头不肯吃饭，右一句小丫头会有心理创伤。顾延成，我住25天院，差点死了，你有哪怕1秒担心过我吗？听我提及住院，顾延成的不满变为心虚。我不是不去医院探望你，实在是小丫头爆炸受到惊吓，我得哄她，分不出时间。一句话浇灭了我心中所有的不甘，只剩心灰意冷。原本堆积在胸腔的千言万语，连同我的泪，此刻都一起消散了。还有什么好争的呢？顾延成已经不爱我了，这句话就足以回答我的所有问题。林夕在喊顾延成了，他蹙眉看着我，扔下一句：“今天就算了，以后不许再对小丫头胡说八道。”就离开了。到最后，他也没关心过我一句。这下可以死心了吧？我喃喃自语，在原地站了许久，起身去收拾行李，除了证件跟几件衣服，其他我都扔了。最后只剩下顾延成之前追求我时为我画的那几十幅人像。我学画画的朋友当时还调侃我，这些肖像画没技术，全都是感情啊。我想画都画不出来这样的，就是这些肖像画让我以为顾延成真的爱我。我自嘲笑了笑，抱着一箱子画走出去。点燃，顾延成来找我时，恰好看到这一幕，他慌乱跑来，一把推开我，也不怕烫，去火里捡还没烧完的画。你在干什么？他声音都在发颤。我想说不要了，到嘴边却是这些话生蛀虫了。这些年我们总是在吵，真的好累，我不想再吵了。顾延成只犹豫一瞬，把抢救出来的画又扔进了火焰里。小丫头最怕虫子了，以后我再给你画，没必要，我们没有以后了。火焰越烧越大，又逐渐变小，最后熄灭，只剩一滩灰烬，就像顾延成跟我的爱情一样。算上今天，还有5天，把灰烬扔进垃圾桶里。我发了条朋友圈，去了离主卧最远的客房休息。早上一睁眼，朋友圈一堆人在调侃我，是不是急着做顾延成的新娘？顾延成评论：我也很期待你披婚纱朝我走来那一天，他就是最大的爱情骗子。我身心俱疲。他还想表演恩爱情侣，可我已经没有精力配合，我谁也没回复。洗漱下楼吃早餐时，顾延成问：妍妍，你约的是今天下午领证吗？原本是约了今天下午，但我现在不愿了。可我还没开口，林夕整个人都贴到了顾延成身上。小叔叔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下午有我期待很久的篮球比赛。顾延成捏了捏他脸颊，你怎么不提前说？林夕撅嘴，可人家刚想起来嘛，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是没空陪我，那我自己去也行，反正在那里被帅哥搭讪，我又不吃亏，说不定我就遇到真命天子了。他起身就要走，顾延成急了，拽着他手把他拉进怀里。我又没说不陪你。他看向我，面露为难。妍妍，你看，我讥讽道，领证只能夫妻俩一起去，篮球赛也有法律规定，你必须做林夕男伴吗？顾延成一下黑了脸，小丫头就是玩心大，她期待这场比赛好久了，难道要因为我们领证这点小事给她留下这么大的遗憾吗？既然都没打算听我的，你问我干什么？苏妍，行了，又没阻止你去，反正领证已经取消过3次了，再多1次也没什么。林夕最重要，你去吧。以前的我会急头白脸跟他争个是非黑白，可我现在都提不起精神跟他吵，反正我也不想跟他领证了。见我没再闹，顾延成脸色变缓，看来你是真变懂事了。你放心，还有3天才是婚礼，婚礼前我一定会陪你去领证的。他跟我保证了一句，就搂着林夕出门了。
他撒娇不想走路，他笑骂了一句小懒丫头，把他抱了起来。林夕在他怀里咯咯笑着，还回过头，竖着中指冲我露出挑衅的笑。今晚小叔不回家了，要陪我玩尽兴，婶婶可别打扰我们。我真是受够了他们的肆无忌惮。我拿着手机给林夕录了一小段视频，放到了他跟顾延成的专属文件夹里，里面都是他们过度亲密的视频跟照片，一起打包发给了婚庆工作人员。你好，婚礼当天播放的照片跟视频，我要换一下，谢谢。然后发了朋友圈，还有4天，他们那么喜欢当着我的面秀恩爱，我帮他们一下。还有4天，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感天动地的亲情。次日，顾延成给我打电话，今天明天也不回去了。这个比赛总共3天，难得小丫头玩这么开心。她从小被我看着长大，我不陪着她，怕她被人欺负。我敷衍嗯一声，挂了电话，去她公司办理离职。回家路上更新了朋友圈，还有3天。赛事结束，顾延成还是没回来，只是再次打来电话。今天也不回去了。小丫头给我办了单身派对，说是婚前的最后放纵。我也知道婚礼前1天得彩排，也很忙，可这毕竟是小丫头的一片心意。大抵顾延成也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有多荒唐，平时做任何事都能理直气壮的人，这会儿也不免气虚。那边依稀传来林夕抱怨的声音：“小叔叔，玩游戏输了要接吻，也不用把我嘴角亲破呀。”顾延成直接挂了电话，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将我买给他的衣服、生活用品，我挑的灯、选的家具玩具，这栋别墅里但凡跟我有关系的，我全都叫人扔了。最后1天了，我看着空荡荡的别墅，发布朋友圈。今天过后，不论之前再爱、再恨、再怨，我都不想再跟顾延成、林夕扯上关系。顾延成评论：老婆放心，这场派对绝对不会影响我们的婚礼。明天婚礼我会准时到的，等我去娶你。可他准不准时到，我都没打算嫁。我没回复，睁眼到天亮。然后在婚礼当天，顾延成带着一群人来接亲时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拿着行李箱登上了导师安排的直升机。妍妍，你要去哪儿？苏妍。顾延成惊慌失措喊着我的名字。螺旋桨盘旋的轰鸣声中，我俯身看着地面，他跑得很快，妄想追上直升机，摔在地上很狼狈。伴郎们赶紧扶起他，他又挣开他们，在地面上奋力追着直升机跑。我从未见他为我如此事态过。也不对，我跟他恋爱的前5年，他还很在意我。为了帮他拉拢客户，我喝到胃出血时，他抱着我哭到失声。后来他公司在上市关键期，我为帮他连续熬夜做实验，体力不支晕倒。他惊慌失措把我送到医院。我醒来时，他失态到手软脚软，跪倒在我跟前，抱着我哭。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开始跟我渐行渐远了？好像是林夕18岁生日，醉酒吻了他，他陪他待了一整夜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们之间越来越亲密，而我成了局外人。恋爱后，他不止一次同我说：“妍妍，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我想娶你，只要能一辈子跟你在一起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但后来，我用5年跟他反复了提了一个要求，跟林夕保持界限，他都做不到。是和我谈太久腻了才这样吗？还是男人都喜欢更年轻的？再或者是被林夕亲吻后，突然发现他爱的是他吗？这些问题曾折磨得我整宿睡不着，可我找不到答案。嘟嘟嘟，手机嗡鸣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是顾延成打来的电话，声音里满是慌张。
妍妍，你去哪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曾经让我牵肠挂肚的男人，如今听到他的声音，只剩厌烦。怎么没关系？你是不是忘了？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我又不像你，什么都能忘记。我就是故意的。你放了我那么多次鸽子，我只缺席一次婚礼而已，不过分吧？顾延成似乎想发火，又忍住了。婚前那几天，我只顾着完成小丫头的心愿，确实有些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以后我会注意。现在你回来行吗？爸妈还在等我们，婚礼得继续。等我干什么？让你的小丫头当新娘就可以继续了。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她只是我侄女，她只是从小被我养大，跟我比较亲近。你到了现在，她还是拿以前的那些话来搪塞我。可谁会跟侄女接吻，咬破侄女的嘴？谁会跟侄女半裸着身子抱着躺床上？谁会整天跟侄女搂搂抱抱？我有一堆话反驳顾延成，可这种话题我们争吵过太多次，我是真的腻了，倦了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手机关机。我以为一切到此为止，没想到没过一会儿，驾驶员突然喊道：“有直升机追上来了！”轰鸣声渐渐靠近，我转头看见顾延成开着直升机，跟我乘坐的直升机并排。妍妍，跟我回家，别再耍小脾气了，我的耐心有限。他愤怒的声音透过直升机传了过来，也不怪他这么生气。过去几年都是他跟林夕给我难堪，我哪怕再生气，再跟他争吵，都会顾全大局。他大概死都想不到，我会在期待已久的婚礼上闹这么一出。坐在前排的国安局工作人员问我：“苏小姐，您要跟这位先生叙下就吗？”“不用，按你们规矩办事就行。”我跟顾延成没什么好说的。工作人员点头，对着扩音机喊：“警告第一次，无关人员请勿靠近。”顾延成没理会警告。我承认，你死里逃生，我都没去医院看望你，是有点过分了。我保证，下次你再住院，我一定抽出时间去看你。工作人员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警告第二次，无关人员请勿靠近。苏妍，你别在那儿装没事人，几次领证我都放你鸽子，也是我不对。办完婚礼，我们明天就去领证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这对顾延成来说已经是再三退让，他大抵以为我会见好就收，可我连话都懒得跟他说一句。工作人员2次警告无果，第3次2辆军用直升机直接出动，逼停了顾延成，狙击枪瞄准他的眉心、喉咙还有胸口，但凡他再有任何异动，狙击手会随时要了他的命。顾延成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，我今天离开就没想过再回去。妍妍，他喊着我的名字，因为过度慌张，声音都在发颤。可是有什么好慌的呢？我也是人，会伤心会难过。他一次次为了林夕放弃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这一天。我闭上眼，看都不想看他，保密研究，不能跟外界联系。等我再见顾延成，已经是5年后。我回家，亲朋好友给我准备了接风宴，一群人对着我兴奋叽叽喳喳。妍妍，你都不知道5年前婚礼那天有多乱，屏幕上那些照片跟视频一出来，顾家面子里子都没了，实在是那对狗男女太不知羞。就是那个顾延成也是，他都这么对不起你，竟然还不知好歹，开直升机想要截停你，活该他被带走，半个月才放出来。反正我是搞不懂他。跟妍妍交往时，他跟那个林夕搞暧昧，婚礼过后，顾家想降低顾延成跟林夕乱来的影响，想让他们结婚。林夕倒是挺愿意，顾延成却死活不肯，还说什么这辈子只想娶妍妍。我呸！
顾延成就是在他们的议论声中强行挣脱旁人阻拦，走到我跟前的。他瘦了许多，也沧桑了许多，不再是意气风发的模样。妍妍，真的是你，一走就是5年，你可真够心狠的。他直勾勾看着我，脸上满是失而复得的惊喜。可我再见他，只剩下厌恶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你可以走了。顾延成紧张道：“别赶我走。以前我确实有点忽略你的感受，可是我……”他都没说完，我几个表哥直接上前把他拉了出去。那么对我妹，害得他伤透心，离开5年，你怎么还有脸来找他？滚滚滚！宴会结束，亲朋好友担心我被顾延成纠缠，我大表哥还有我闺蜜特意送我回家。顾延成开着车，就一直那么在后面跟着我。下车后，他想来找我，被我表哥推开了。我看都没看他，回家直接把他关在门外。大表哥跟闺蜜一走，顾延成就来敲门。妍妍，妍妍，你开下门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妍妍，都已经凌晨12点了，顾延成这么闹腾，已经有邻居出来看怎么回事了。我不想扰民，也不想被他纠缠，皱着眉开门。他看着我，面色一喜。妍妍，你终于开门了。顾延成，我们5年前就已经结婚了，请你不要再来干扰我的生活。是你说的分手，我没同意。妍妍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之前都是误会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，我对小丫头只有亲情，我从来没有出过轨。这些话像是积攒在顾延成心中很久。他拽着我的手臂，越说情绪越激动。我用力甩开他，讥讽道：“没有出轨，那你们在外面以情侣自称，你的大腿就是林夕专用座椅，在车里接吻，被违章抓拍，过去嘴对着嘴喂食物，接吻接到嘴被咬破，抱着躺在床上，那些亲密都是假的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小丫头在外面自称我女朋友，我不反驳，只是怕扫她面子的。她坐我腿上，只是从小习惯了。车里接吻是我喝醉了，嘴对嘴。顾延成一开始还说得理直气壮，可是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小，直到说不出声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不是挺能狡辩吗？接着说呀。顾延成苦涩道：“以前我确实太纵着小丫头了，这是我的错，我认。但我保证，我跟她决定没有发生过关系，以后也会跟她保持距离。”我笑了，3岁小孩的承诺都比你的有效。他的保证在我这儿跟放屁一样。他也知道自己以前有多荒唐，磕磕绊绊解释：“我以前的承诺确实没做到，我错了，我愿意改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”我不愿意，请你出去，今天以及以后都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我把顾延成推出去，关上门。他疯狂敲门：“妍妍，顾延成，你在发疯，我会报警。”我隔着门警告，顾延成却喊道：“我们有过10年的感情，我不信你能对我那么绝情。”我拨打110，很快来了2个民警，把他给带走了。顾延成给我发消息：“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只是5年前我伤你太深了，你才不愿意见我。没关系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心。你猜错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们感情很稳定，见过家长后会准备订婚。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”我说的实话。做保密研究那5年，我跟负责研究基地安保的军官玉天成日久生情，已经恋爱3年了。可顾延成不信，你就是还在生我的气，故意这么说的吧？我们恋爱10年，是彼此的初恋，我不信你会爱上别人。之前确实是我不知道珍惜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我会改。可他会不会改，我已经不在意了。我拉黑他手机号码，
洗漱睡觉。第二天习惯性去晨跑，谁知一开门就看到顾延成站在门口，我就知道你要晨跑，会起很早。我4点就起来了，特意煎了虾饺，熬了小米南瓜粥，你跑完就可以吃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跟前男友纠缠不清，让我男友不开心。我推开了，顾延成不以为意，笑笑，别骗我了，我都问过了，你这次是一个人回来的，没骗你。他是军官，结婚要打报告，拿到报告就会赶过来，因为身份特殊，玉天成的结婚审核要比其他人更复杂，就是因为准备的资料出了一点小问题，他得补，才耽搁了。顾延成扑哧一声笑了，行吧行吧，就当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就为真爱勇当小三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他说着话，又把餐盒递了过来。有病！我骂一句，把餐盒扔进垃圾桶里。见状，顾延成震惊过后，一脸受伤模样看着我，而我只是面无表情道：“别做一些自我感动的事，很多余。”说完，绕过他去跑步。顾延成追了过来：“我不会放弃的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让你伤心了，你生我的气是应该的。”我不理他，他还一直在旁边念念叨叨，我嫌烦。跑完回家吃早饭，闺蜜太久没见我，兴奋约我一起逛街，结果我一开门，顾延成就在门口站着，见我下楼，他亦步亦趋追上来：“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你得开会，得出差的见客户，还得喂林夕吃饭，陪林夕喝酒，背林夕散步。一天24个小时都不够你用，就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”我是真的很烦他，可顾延成却大松一口气，笑了：“你看，你还在吃小丫头的醋，你心里果然还有我。”我被他恶心的不行，神经病！我自己开车去商场，顾延成开车跟在后面。我和闺蜜刘萌碰面，她也跟了过来，有意讨好道：“你们今天看中什么买什么，我来买单。”刘萌翻了个白眼：“我看中这个商场了，你买下来送我吧。”顾延成一噎：“别开玩笑，我说真的，只要妍妍喜欢的，我都买单。我们缺你那几个钱。以前妍妍喜欢你，你天天守着林夕那个绿茶，妍妍都进 ICU 了，你愣是没去看一眼。现在妍妍跟她男朋友好好的，你又来纠缠她，你能不能别那么贱啊？”顾延成面色涨红：“我是真知道错了，想要挽回，你们不用串通好用什么假男友来骗我。谁告诉你他是假男友？”冷漠男生直接打断他。顾延成看着来人，神色变幻，不敢置信看向我，可我都没分给他一个眼神，只是看着玉天成，不由笑了。不是说还得2天才能回来吗？按流程来是这样，但我对着他们软磨硬泡，说好不容易找到的老婆，要是他们耽误事儿，影响我组建家庭，我就天天去他们门口哭。玉天成面对我，声音立刻温和下来，很难想象他顶着一张高冷脸去撒泼耍赖会是什么样子，但他决定能干得出来。反正在基地那边，我没少被人调侃，他们都说我去之前，玉天成除工作外谁都不搭理，结果铁树开花，比谁都骚。谁要是影响他跟我在一起，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玉天成搂着我肩膀，也不管有多少人，低头亲了我一口：“宝宝，26个小时没见，我好想你，别闹了，这么多人，那怎么了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你不想我吗？”他跟抱小孩一样，把我竖着抱了起来，来来往往，好多人在看我。我低着头捶他肩膀，红着脸小声道：“想，你赶紧放我下来。”玉天成低声笑着放我下来，仍搂着我肩膀不放，只礼貌性跟刘萌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我是妍妍男朋友。”“你好，我是刘萌。”
妍妍好闺蜜，我们3个寒暄着往商场里走。玉天成对我闺蜜跟对其他异性一样，都是礼貌，但是不热情。不论什么样的场合，有多少人在，他的所有注意力只会在我身上。没走几步，顾延成又跟了过来，他声音嘶哑喊我：“我不信你就这么放下我了，妍妍，我们谈谈，我们只是有误会。”玉天成回头不屑看他：“你就是那个脚踏2条船，有了妍妍还想坐享其人之福的前男友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吗？”顾延成像是被人羞辱了一样：“我没出轨。”我不耐烦打断他：“现在就滚，或者我报警，你选一个。”妍妍，我们一定要闹成这样吗？这5年你不能联系外界，是不是还不知道我跟林夕的事？他成年了，我已经让他搬出去了，婚房他所有东西都清空了，我没再抱过他，没再让他在我床上睡过，没有玩过尺度大的大冒险，所有你介意的事情我都在改了。顾延成红着眼眶，好像为我做了天大的退让，可这都是一个男友最基本的，不是吗？我无意跟他争吵，直接报警。有人骚扰我，民警很快赶来，要把顾延成带走。他痛苦又深情地看着我：“你就这么一点不留余地吗？我跟你本来就没什么情分。”我对他迟来的深情没有半点感动，只觉得莫名其妙跟厌恶。如果真那么爱我，为什么我们在一起那10年一点都不在意我？顾延成被民警带走，总算清静了。我跟刘萌、玉天成一起逛街，大多是我跟刘萌买聊天，他就跟在后面当拎包工具人。喝饮料喝多了，我去厕所，他们在外面等我。我出来时，一个拎着一堆东西发呆，一个刷手机刷得飞起，互不搭理。我一出来，像是2个 NPC 突然被灌入了灵魂，眼神一下就灵动了。宝宝，什么时候跟岳父岳母吃饭？妍妍，新开的那家烤鱼店好吃。等我们逛街回去，我才看到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妍妍，我从来没想过惹你不开心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误会太多，就这么放弃我们的感情，太不理智。你先别急着跟那个男人结婚，我们谈谈，说不定你就改主意了。”一看就是顾延成。好啊，明天中午曼辣饭店见。我回消息时，玉天成就在旁边看着，越看眉头皱越深。天成，我没打算真跟他见面，我不想他误会。可解释的话都没说完，玉天成心疼道：“你个嘴笨，只知道闷头对人好的小傻瓜，遇到这个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不干人事的伪君子，受了不少委屈吧？都过去了。”顾延成嘴上说的好听，我那时又天真，他说我就信，才在那段恋情里耗了那么多年。玉天成把我抱在怀里，怜惜地亲了亲我的额头。第2天中午，我跟他一起去见我家人，一向对天对地随心所欲的年轻军官，一路上战战兢兢，到我家毕恭毕敬，恭顺贤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换了个人。我家人对玉天成很满意，拉着他谈天说地，我也陪着。头一次知道他也能这么健谈。住什么酒店？直接住咱家。酒店退了，我妈直接拍板，让他这段时间都住这里。期间，顾延成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我都挂了。晚上要睡觉时，我才看到他还发了几10条消息：“妍妍，我到了。你到哪儿了？你是不是路上堵车了，或者车坏了？你还来吗？”其他的我没看，只回复了一条：“今天临时有事，明天中午12点吧，还是这家店。”玉天成看着我发消息，给我出损主意：“后天大雨，约他去爬山，等他到山顶再说你不去了，或者去国外旅游，埃及就不错，等他到落地了，你再毁约。”
我觉得还不错，都采用了。顾延成背完了1个月，失魂落魄，在我家门口堵住我。你一直在耍我吗？妍妍，这叫耍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你以前是这么对我的。放鸽子，他最在行了，我做的这些跟他比算什么？顾延成喉结滚了滚，晦涩道：我也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，可我是真心知错了。我抬手打断他，是真心知错了，还是其他门当户对人家知道你跟林夕的那点事，不肯把女儿嫁给你，你不得已才来找我。林夕现在确实自立门户了，他也确实没跟他在明面上拉拉扯扯，可两人关系还是很亲近。你非要这么想我吗？不然呢？顾延成攥了攥拳，顾家有足够的资本，我不用非要联姻，你不用把我想的那么恶毒。我摊了摊手，是吗？可是我听说顾氏集团很多客户都是冲着我去的，我离职后，很多客户跟顾氏集团解约，顾家这些年实力大降，那你是想让我回去，重新自愿为你们家呕心沥血挣钱？我的语气始终很淡定，顾延成却像是被踩了脚。你不能别把我想得这么坏，我想挽回你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我爱你。这话说出来，你信吗？5年前爆炸那一瞬间，我为了顾氏集团的项目，为了不让你失望，第一时间想护住研究成果。可是你呢？你只顾着保护林夕，甚至整整25天都抽不出1天去看望我。他嘴里的爱让我恶心。顾延成踉跄着后退了2步，脸色煞白。可我知道错了。一听他又要找借口，我就觉得烦。玉天成把我搂在怀里，冲着顾延成厌恶道：滚吧你！不是谁都是你妈，你犯错也得忍着你。要点脸别再来骚扰妍妍，不要脸再来，可就不是被民警带走训话了。顾延成嘴上说那么痴情，可一听这个还是走了，只是走的时候1步3回头，眉眼间尽是藏不住的情意。后来顾延成又来过几次，但都是远远看着，没敢再来打扰。有几次林夕来找他，都被他赶走了，两人似乎很不愉快。3个月后，我跟玉天成正式结婚。婚礼当天，全场戒严，研究基地那边的同事跟领导基本都来了。顾延成想混进来没成功，后来刘萌万分嫌弃地跟我吐槽，渣男抱着一堆酒瓶子在那装情圣，喝醉酒以后对着林夕喊着你的名字，路上就亲起来了。后来去了酒店，玉天成嫌太膈应，让他的霸总姐姐出手，顾氏集团被围堵，差点没挺过来。顾延成也因为影响我的名声，被官方叫去喝茶。我只要结婚要备孕，过后还要去为国家效力，算是重点保护人才。出来后，他安分不少。婚后我怀孕生子，孩子满月礼那天，顾延成随了999万的份子，备注：这是当初给你准备的彩礼钱，就当是娶过你了。我回他：少恶心人！你当初允诺给我却没给的技术分红，也不止这点钱了。顾延成没吭声。第2天就是他跟林夕的订婚宴，他已经8个月的身孕，快生了。可他们订婚宴，顾延成缺席了，再陪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秘书。林夕跑去捉奸，气到早产。婚后两人打打闹闹，他们的孩子被林夕指挥着去找顾延成时被撞死，他气到发疯，偷公司机密给对家，顾氏集团破产，林夕被抓，顾延成父母气得跟他断绝了关系。我从刘萌嘴里听说这些时，正跟玉天成一起陪孩子参观科学博物馆。爸爸妈妈，我想做研究，科学家研究出这么多有趣的东西，他们好厉害。小团子骑在玉天成脖子上，
两眼都在冒星星。玉天成抓着他的腿，冲我笑：“对，你的妈妈就是很伟大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